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在中国，如果我买卖比特币，会不会犯法？如果我只是持有一点以太坊，会不会被警察找上门？有人说交易所都关掉了，你再买就是触法。也有人说，只要你自己偷偷买一点，没人管你。到底真相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就用一期视频的时间聊清楚，在中国买卖加密货币到底算不算违法？首先，咱们得明白一个基本的事实：中国对加密货币的态度是严管不认。从2017年就开始，央行等7部委联合发文，禁止 ICO， 就是代币发行融资和虚拟货币交易所的活动。2021年又有明确的文件说，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的地位，不得作为货币在市场上面流通使用。这听起来挺吓人，对吧？好像一碰就违法。但别急，这只是针对那些国内的非法小平台和非法融资的，并不等同于个人买卖就违法。核心观点就是，只要你不做违法的事情，比如不洗钱、不诈骗、不搞非法集资，单纯的买卖加密货币本身是不违法的。它就像你买股票、买黄金是一样的，是你的个人行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咱们不靠猜，得看证据。最硬的证据就是中国法院的判决。这些年法院判了很多涉币的案子，但你仔细一看，没有一个是因为买卖加密货币获罪的。相反，很多法院明确认可了加密货币的财产属性。举个例子，2024年11月，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虚拟货币发行融资合同纠纷案。法院说得很清楚，虚拟货币作为虚拟商品，具有财产属性，个人单纯持有虚拟货币不违法。这不是个例，上海高院也重申，个人持有虚拟货币不违法，但发行代币融资是违法的。这也是曾经的深圳地推转战迪拜和新加坡的原因。简单说，你可以拥有比特币，就像你拥有一个游戏道具或者是收藏品一样，比如说魔兽世界的凤凰或弹刀，但不能拿它去办银行的贷款或发币圈钱。再来看看更早的案子，2019年，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吴某诉上海某科技公司比特币纠纷案中，首次认可比特币具有虚拟财产的属性。原告丢了 2.675 个比特币，法院支持他要求赔偿，这等于承认了它的价值和合法性。到了2021年，北京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又判了一起返还莱特币的案子。法院说，虚拟货币有物权属性，可以要求返还。这些判决不是空谈，他们基于中国民法典，明确把加密货币当成财产，而不是非法物品。你想想，如果买卖本身违法，法院怎么会保护你的财产权益？当然有人会说，我听说有人因为买币被抓了。没错，但那些案子都不是单纯的买卖。比如2022年广东佛山法院的一个诈骗案，被告人用虚拟货币诱骗别人投资，承诺给予超高期的回报，结果判了诈骗罪。这些都是附加罪名，例如诈骗、洗钱、非法经营。法院的逻辑是，你买卖时如果卷入违法的链条，就得负责。但如果你是普通人，用自己的钱在海外平台买点币，自用或投资，没碰那些红线就没事。我特意查了公开的法院数据，从2019年到2025年，涉虚拟货币的刑事判决有上千件。但兰迪律师事务所的报告显示，2206篇判决文书中，没有一例是单纯买卖获罪的。最高检和外汇局2023年的典型案例，也主要是跨境非法买卖外汇或洗钱，没提个人小额交易。2025年，潍坊中院在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的判例中，也说虚拟货币本身有价值，是刑法上的财产，但禁止相关业务活动。这些都印证了中国司法不把个人买卖当罪过。那政策是怎么变的呢？咱们来捋一捋时间线。2013年，央行第一次发声，说比特币不是货币，但有财产的属性，可以买卖。2017年进 ICO 和交易所后，大家都以为全进了，但法院没跟上。2021年9月，央行等10部委的文件重申禁止，但强调是相关业务活动，个人持有没说禁。结果上海法院2024年的判决就明确了个人买卖不违法。到2025年，司法部还在研究怎么处置涉币财产，证明监管在细化，但没全盘否定个人权利。这变迁告诉我们，中国不是一刀切，而是打击犯罪，保护财产。现在你可能会问，那我怎么买卖才安全？首先，别用国内的非法的小平台，
那些早关了。去海外的交易所，像 Binance 币安交易所，用 VPN 访问，但记得用自己的钱，别借高利贷或骗别人投资。其次，交易要干净，别收不明来历的资金，这点涉及防冻卡的技巧，以后咱们单开一期视频详细的讲。像 USDT 这种稳定币，单纯买卖不构成非法外汇经营罪，除非你大规模的变相换汇，比如2025年一个案例 ，C 某和 L 某用币变相买卖外汇，被判了非法经营罪，但那是情节严重、金额巨大，小额个人交易没人管。所以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话题，在中国买卖加密货币违法吗？答案是，只要你不搞违法的活动，本身不违法。你可以买，你可以卖，你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另类的资产去持有，但前提是不能用来洗钱，不能搞非法集资，不能在国内办交易所或 ICO。如果你只是自己买一点当成理财或收藏，法律没有禁止，法院判决和官方的表态也都是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。总之，买卖币就像开车一样，你可以合法的上路，但别酒驾或超速。很多人害怕的不是法律的本身，而是信息不透明带来的误解。中国确实对加密货币态度严格，但严格不代表一刀切。司法层面早就明确了，虚拟货币是财产，持有受保护，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，只要不触碰那些违法的领域，单纯买卖加密货币并不违法。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传达的核心结论。最后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助，记得点个赞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对在中国买卖加密货币的看法。